定价429元，到底是过于自信，还是真的版权太贵？今天就让大家来跟我一起看一看这款最新的可动神阀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实物表现。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雨神北，欢迎收看本期视频。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是由窝之阁出品的来自手游《胜利女神妮姬》的角色神阀，也就是玛丽安。先看包装，整个盒子采用了一个暖色调，正面和侧面都是实物图展示，背面则带有本次产品的配置图。那么打开彩盒，除了本体之外，本次还附带了一个不可动的蹲姿替换下半身，还有一把机枪武器和一个常规的支架。面雕额外附带了2张，手型则额外附带了一对抓握手以及一对握拳手，还有一对踮脚姿势的替换脚，最后是一根可动眼调节棒，一个指挥官玩偶以及2个替换关节。那先看主体，这款选用的是游戏中神阀皮肤初次的爱恋的造型，设定上穿的是指挥官的白衬衫。不过这里我倒是想吐槽一句，我们指挥官平时真的会穿这么透的白衬衫吗？当然2次元的事不用我们搞得这么清楚，只要好看，这些都不是问题。那取下这个衬衫，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号称专为本次联动所做，后面不会再复用的全新素体。只能说大眼一看就能看出比较明显的问题，胳膊太短，而腿又太长了，导致整体的比例看起来就不太协调。然后从侧面看，这个腰也感觉有点太薄了。虽然说2次元人物的体型不可能和现实人类完全一样，不过这个腰吧，我认为还是再厚一点，比例上才会更好看。然后优点的话，我认为这个素体的涂装还是很不错的，腹部这个线条刻画也非常的好看，包括这个后背以及腰部的线条也都非常不错。然后我们来看头发，细节还是比较不错的，无论是发夹的锐度还是发丝的走向，都能看出它这个开模精度是很高的。而涂装呢，虽然拍摄出来会有一点毛躁，但是正常肉眼看上去还是很平整的。而且这个头发的灰色渐变涂装做的也非常漂亮。不过从这个头的整体形状来看，我认为头发是做的偏厚了一点，没有游戏中造型那么贴脸，看起来会显得头大了一圈。面雕本次附带了3张，分别是冷漠脸、微笑脸以及委屈脸。表情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脸型的话会感觉有一点做短了，如果把中庭和人中都稍微拉长一点，应该会更加的还原。面雕依然是带有可动眼设计，可以通过调节棒来调整眼球的位置。然后来看衣服，这个衣服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连线头都几乎找不到。衣服的扣子是采用内置磁铁进行磁吸连接，包括2个袖口的扣子也都是一样，内置了磁铁。然后这个磁铁还可以手动的调节位置，就像这样，通过调整可以让衣服的造型更加多变。然后再来看神阀的这个机枪，这个枪不得不说做的是真不错，无论是涂装还是枪身的各种细节都做得非常精致。尾部这里还做了一个可以拉出的联动结构，并且在枪身和枪管上还添加了荧光涂装，用紫光灯照射即可还原枪械过载的姿态。然后这个用来还原游戏中战斗姿态的替换下半身，涂装和造型表现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安装好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再搭配上装好支架的机枪，就可以完美还原游戏场景了。最后再看一下这个指挥官玩偶，虽然很小，但是该做的细节也都做了出来，让神阀捧在手里还是很可爱的。然后我还尝试了一下把神阀和之前的女仆进行头身互换，女仆虽然看起来违和了一点，但是神阀居然莫名的合适。然后来看可动，头部左右侧摆会被2侧头发稍微干涉，低头幅度还算不错，但抬头因为这个后发的原因就几乎没有可动了。而胸腹处呢，后仰幅度非常不错，而弯腰则几乎没什么可动。手臂部分，大臂平台可以达到90度，大臂平转360度，曲肘可达到135度以上，蝴蝶关节则几乎没什么可动。腿部前踢90度，侧踢70度以上，大腿带有一段平转，屈膝可达到150度，
脚部的各项可动表现也都非常不错。那整体把玩下来，这个关节设计有2点我还是比较不满的。首先是屁股这个地方，随便一动就会有非常明显的穿帮。第2点则是膝关节这个缝隙也是太大了，比较影响美观。好，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涡之壳这个神阀虽然在造型上并不完美，在各个方面都有点小瑕疵，但这款目前也确实是市面上最好看的可动神阀了。但是429的价格也确实是高了点。如果你不是像 UP 一样的角色厨，那就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 XP 再决定吧。好，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这里是雨辰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